这个会堂呢是法利赛人当时常常出没的地方啊，所以经常容易跟耶稣在这里起到冲突。这一篇讲章呢，可以说是耶稣的就职典礼的讲章啊，演讲嘛啊，就决定了他一生服侍的一个方向。所以他引用的是以赛亚书啊，这个4章18节的时候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将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啊，所以当这个耶稣介绍他使命的开始的时候，就是介绍他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啊，他引用的以赛亚书，你要知道这个背景啊，一个是61章1到2节，还有就是58章6节。那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贫穷的人，这个我们在讲登山宝训的时候有提到过啊，瞎眼呢这些啊，他并不是就是讲真的就是瞎眼的，眼睛看不见了，或者是就是没有钱的人啊，因为对于以赛亚来说呢，包括整个旧约时期哈，尤其是这个被掳之后的子民。那他们在描述他们被掳的一个状态啊，那就是形容他们是这个瞎眼的，是贫穷的啊，所以你就知道主前586年犹太人不是被掳嘛，当然那不是头一次了，北国已经灭了啊，然后这个南国586的时候就彻底陷落，他们这个被掳归回啊，那什么时候归回了呢？真正归回的就是一直要到马加比革命的时候啊，建立了马加比王朝，那个算是一个真正的被掳归回吧啊。那当然更早的时候，你说以斯拉时代，可能也可以算啊。但是呢，问题就在于到主前63年的时候，马加比革命失败了嘛，这个王朝结束了啊，就到了罗马的时代，再次受到统治。就是说，可能曾经有自由，但是那个也是很暂时的，现在也没有了啊。所以。而且在当时，尤其是在耶稣的时代，其实就算是马加比的时代，以斯拉的时代，很多犹太人都没有回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就是还是分散住在各个地方，那么，这个在耶稣的时代呢，住在圣地，就是以色列，耶路撒冷之外的犹太人呢，要远远的多过住在圣地的犹太人，所以这个甚至他们在自己的这些地方都有就是在圣地之外都有很多这个学校那么这个就是这样所以你知道那个塔木德塔木德就是耶稣之后大概几百年有这个塔木德有2个版本，一个是巴勒斯坦版本，还有一个是巴比伦版本。直到今天犹太教人还是在用巴比伦版本，就表明他们还没归回就是还是被掳的状态所以对于犹太人而言是没有归回但是耶稣却说什么呢？被掳的得释放，对吧？瞎眼的是看不见神的救恩的，可是现在瞎眼的能看见那么这个受压制的得以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当然我们不排除真的有瞎眼的人被耶稣医治看见了当然这个就是也是在以赛亚书里面包括讲这个瘸子可以跳跃行走那这些都是表明以赛亚弥赛亚的这个来到的时候他的一个就你怎么认出这是弥赛亚，对吧？弥赛亚他会行什么神迹？当然是有瞎眼看见，瘸子这个行走但是所以你看这个在路加福音第7章的时候这个约翰不是差人问耶稣嘛，对吧？就是说你到底是不是你还是要等待其他人呢？所以耶稣就说你看那瞎眼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医治等等那这些当然是真的是字面意思上的，就是耶稣真的做了这些事情。但是这些如果你回到以赛亚书，你发现讲到这些的时候都是在预言弥赛亚来到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所以耶稣医治瞎眼的让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捷径，他其实在展现他弥赛亚的身份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面讲到被掳的得释放等等这些，其实就是在说他的来到就是要给以色列人带来救恩，让以色列真的被掳归回。只不过这个是一个属灵意义上的，是吧？他们并没有得到耶路撒冷这块地儿可是从属灵的角度我们知道真的是带领我们出了埃及，进入迦南美地，进入神的国，对吧？那如果你看这个
路加福音啊第4章啊这个16节开始讲到他按照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这个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呢，这个字呢这出现的不多。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有提到保罗按照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而且呢讲到进会堂路加只在这里那到使徒行传讲了很多次，主要是讲保罗进了会堂。那这个里面你可能也要大概了解这个当时的会堂的一个就是说一个东西因为旧约里面其实不提的会堂的，到新约里面的时候呢，会堂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含义。简单来说就是在2约期间发生了很重要的事情当然一个就是我们之前讲的586年圣殿被毁那没有圣殿了之后呢，他们被外族入侵控制。那问题就在于说，那没有圣殿怎么办呢？没有圣殿了，那他们要敬拜要赦罪祭司，那没有怎么办？那没有你总得找一套办法有吧，是吧？所以他们就想了一套办法这个办法是什么呢？有几点一个就是他们其实是用这个就是用一些这个外在的记号来表明他们还是犹太人，还是犹太教，还是这个在这个神的这个就是约当中有哪个呢？一个就是这个就是律法，所以律法就成为了代替圣殿的一个存在就没有圣殿了嘛，但是咱们有律法，我们只要遵循律法也行所以你看到会堂的设计很重要。会堂可能会堂没有祭坛嘛，对吧？它不能献祭，它不是圣殿，但是会堂里面它都有一个就会堂的中心都有一个地方是放着神的律法。这也是为什么耶稣进入会堂，然后有人就把那个以赛亚的书给他就是那都是长期放在那里的，就是神的话所以会堂它不像圣殿那么比较独特的一个建筑你到哪都能认出来。会堂不是，有点像家庭教会它有不同的这个不同的可能性有比较简陋的，有比较好的，或者在家里面都有可能有专门管会堂的等等。而且管会堂呢，它不像圣殿里面的那些都是祭司这些文士，对吧？会堂的那就没有祭司，管会堂的一般都是会堂的领袖都是平民不是利未人他们怎么能够成为管理者呢？就跟我们家庭教会里面一样，你咋能成为教会的牧者或者是服侍的人？那就是看谁有呼召愿意出来服侍嘛，对吧？看谁热心嘛，看谁有这个愿意付上时间精力代价嘛，平信徒领袖嘛，慢慢就是展现出来的，对吧？所以会堂也是这样的，那个他不是靠血缘选出来的，不是说你是祭司你才能做，而是平信徒的领袖就是慢慢显露出来的。那这一群人其实就是法利赛人所以他们就是平信徒的领袖他们就成为了会堂的管理者。所以在平信徒当中法利赛人是非常有权威性的，因为大家知道他们是跟这个信徒们是最接近的，都是平民。所以讲到律法是吧？讲到律法，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在2约期间的这个诗篇里面比如诗篇第1篇，诗篇第1篇里面有没有提到圣殿的？没有因为圣殿没了嘛，是吧？被毁了，所以他就很强调律法。所以怎么说？诗篇第1篇大家可能都会背，对吧？昼夜思想他的律法，这人便为有福。所以他不提圣殿了，不说你到圣殿敬拜或献祭，因为你没有圣殿，所以就把律法替代作为这个就是说没有圣殿，但是咱们有律法，也可以透过守律法来得到神的这个祝福。所以他们就需要有地方教导律法嘛，对吧？律法就成为中心了嘛，在不同的地方宣读律法、守律法那就是会堂的重要性就在这里了建不了圣殿就只能建会堂。所以当时直到大希律的时候才给他们建圣殿嘛，是吧？但是会堂的时候已经很长很多年了虽然我们找不到考古的证据说会堂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是根源肯定是586年圣殿被毁了，那他们还是要敬拜神嘛，还是要那就只能建会堂就是这种私下的非正式的来聚会。这是一个那么那除了这个律法之外，它还有怎么样呢？
还要有外在的一些标记。那这些外在的标记，因为律法这个是内在的嘛，对吧？你要念律法，这个没什么。那外在的标记呢？就是说，尤其是他们当时混住在外邦人当中，你怎么能判断说他是犹太人呢？他是或者就是这个犹太教的人呢？对吧？那这个有些时候他判断不出来，长得他靠肤色不足以能够认出来，这样说吧，可能有些人说那犹太人你一看不就知道长得是什么样了？那有的时候能看出来，有些时候你看不出来啊。它不像东方跟西方那么明显哈，所以这个这看不出来，那怎么办？所以他们有外在的3大标记，哪3大标记呢？一个就是割礼一个这个就是洁净的礼仪就是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第3个呢就是安息日这3个都是能看见的，就别人吃猪肉你不吃嘛，对吧？别人周六是他们安息呢，上班你不上嘛，对吧？你都安息，你安息日嘛，对吧？然后呢，割礼呢，我之前跟大家也提到过，是吧？也能看到的，那么体育运动的时候都是谈生意、社交的地方，那都是这个你知道英文的这个 gymnasium 这个词源自于希腊文，它就是表明这是指这个 gym 和 nasium 就是裸体的，就在体育馆里面他们是不穿衣服的就割礼就能看出来了所以这个我们当时也讲马加比革命的时候也是因为当时犹太人被逼迫让他们不守这3样甚至在圣殿里面献猪等等最后他们实在就是不行了，就是起义成功，对吧？从那以后这3大标记就成为了犹太人的身份认同所以不单是一个律法主义的问题，还是一个民族主义的问题。所以你看在旧约里面的时候比较少提到要守安息日什么的。你看到新约，尤其耶稣的时代，天天说要守安息日，对不对？天天来去控告耶稣不守安息日，就这个原因你看在旧约天天说拜偶像的东西，拜偶像这个不能拜那个不能拜各种巴力什么什么。你看到新约呢，很少提拜偶像的事情因为他们那时候基本上也不拜偶像了那只不过那个偶像变成了一个内在的内在的偶像但是你就能够看到它这个变化一个是安息日，还有就是什么那个这个洁净的礼仪，这个洁净的礼仪也很重要。就像说今天基督徒你基督徒不抽烟不跳舞不喝酒，对吧？不看电视不看剧，是吧？这外在的标记好像觉得是你看我们被分别为圣的，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很看重外在这些东西那这个其实也是个问题你想一想，到底是外在的重要还是内在的重要？如果你看当然都重要，可是但是外在的东西有时候可以装一装内在的东西呢，这个一旦暴露出来就很严重。你想一想在这个保罗在提到这个选执事长老的时候，他都在讲内在的这个品格，是吧？他很少讲外在的。可是我们人呢，更多时候看的是外在的，是不是如果你想你们教会假如说选长老有2个合适的人选一个非常骄傲，但是呢另外一个他很谦卑，可是他抽烟，那你选哪一个？是吧？那你选哪一个呢？那可能很多人都会选那个选那个心高气傲，但是看不出来心高气傲，外面的行为没有什么问题的人，对不对？觉得你抽烟那这个就是一个硬伤，是吧？所以外在的记号是人们能够容易辨认出来的，他跟他的身份认同容易绑定在一起就说你看他基督徒不抽烟怎么样所以这是一个对犹太人来说非常重要，所以他们特别看重这些外在的标记还有这个割礼，对吧？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到新约这么强调割礼，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的那么严厉他都是在处理这些问题。所以就是在处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你守住这些外在的标记，不代表你就是一个真正的神的百姓就是上帝看重的是你的心，对吧？你嘴唇亲近神，心却远离神，那是神不喜悦的。可是犹太人在当时的那个处境，他不得不守住这些外在的标记。这个就有点像好像在海外的华人他们也要过春节过这个中秋一样好像表明你看好像只有中国人或者怎么样中国文化的人
才会过同样的节日，来表明是一个同样一个族群，对吧？对犹太人来说也是一样，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他们都是散落在各个地方，所以他们就要透过这个外在的标记，你只要守律法、守安息日、守洁净的礼仪，然后有割礼，好，那你就被接纳成为神的百姓这就是为什么到新约在这3个方面安息日、洁净的礼仪你看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神让彼得3次吃不洁净的东西，就是在对付这件事情耶稣尽挑安息日行神迹，是吧？就是要对付他们所以这是让他们这个后面我们讲使徒行传的时候会特别讲到神最后怎么处理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他给我们展现了一个促进化的一个范本就是如果我们看后面使徒行传到15章，我们看到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我们后面会谈那段经文，就是你现在看说，哎呀，犹太人你在作为中国文化的人，你可能是旁观者，你说，哎呀，那你这么计较什么割礼安息洁净礼因为咱们没有这些东西，对吧？你当然觉得无所谓，你割不割有它无所谓嘛。可是你想一想，如果这个问题是反过来，假如说是祭祖呢？假如说是你知道中国历史上礼仪之争，对不对那基督教这当中为什么就是说在这个东西就非常的强调这些这个东西在当中，对吧？那中国人就会纠结了，哎呦，那基督徒呢可不可以去祭祖可不可以去这个葬礼上一大堆，大家就知道了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这个习俗这个能不能做那个能不能做你就开始纠结了，对不对嘛？你就大概稍微感受一下，那犹太人从小要割礼，现在保罗说你不要割，那个对他来说是整个身份认同都被否认了，我跟外邦人没有区别了，我都不用割礼了咱们没这个礼仪，所以你没这感觉所以你看他的一个范本，就是我说耶路撒冷大会的一个范本，就是他把这些不管是割礼安息日洁净礼所有的这旧约律法条这些要求他都把它变成一个文化上的东西而处理。而在这之前，犹太人是把这些东西不是看着文化，他的文化跟他的这个信仰是绑定在一起的，就好像穆斯林也是一样的，我不能吃猪肉，是吧？那这个就是这不仅是我的文化，也是我的信仰，你不能把它分开。可是到犹太人这里，到这个这个基督教这里呢他要向犹太人挑战的就是你现在可以吃猪肉，你看上帝不是让彼得吃嘛，吃那不洁净的嘛，是不是嘛？彼得就是不吃，是吧？那这个对他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就是这个我不能吃这是我的信仰，也是我的文化。而耶路撒冷大会是把信仰跟文化在这当中分开了，就是说你的割礼、你的洁净的礼仪，或者是你的安息的这些，你不要把它看成是得救的一个必要的因素，反倒把它归结于在文化上的一个习俗，或者是文化上的一个实践那么你就尊重不同的文化。外邦人如果没这个文化，他不割礼，他不守安息日，他吃猪肉 OK 没问题，他也可以得救，成为神的百姓，成为教会的一员。所以他把这个就完全变成了一个不同文化的促进这个是很颠覆性的一件事情。后面我们会说，因为你要想我们的促进化，我们的促进当中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哪些是太过了，哪些是要注意的这个后面我们再提所以这个是简单的一点呢，关于这个会堂和当时的这个他们的一个背景。好，那然后呢，我们来看继续来看这段经文在这段经文当中呢，这段讲章跟使徒行传里面的讲章有不一样的地方。在福音书当中的讲章有个特点就是福音书的讲道呢都是耶稣讲神的国就神的国是怎么样。而到使徒行传，你发现使徒行传的讲章是使徒们他们是在传讲耶稣这里特别的地方是耶稣其实在这里用这个经文在讲自己，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其实是为使徒行传做一个铺垫这个很有意思那因为耶稣后面说这话临到你们身上，所以而且他说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对吧？这个明显就是在讲他嘛，对不对
让我去传福音给怎么样的。他把这段经文就是讲到自己啊，所以你看他说这个被掳的得释放啊，怎么样啊？那这个使徒行传也提到哈，尤其是讲到跟这个赦罪相关的啊，然后呢讲主的灵在我身上。那其实路加福音后面没有太多提到圣灵的这个工作，但是到了使徒行传提了很多啊，所以也讲到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主的灵在我身上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耶稣被膏嘛，对吧？是耶稣啊，圣灵膏抹耶稣，然后耶稣去做神要他做的工作。而到了使徒行传，因为耶稣不在了嘛，所以这个圣灵，同样的圣灵来膏抹使徒们，然后他们去继续耶稣要做的工作啊，所以到使徒行传就更多强调圣灵的作为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后面会讲使徒行传第6章讲到司提反的那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再会讲到路加的圣灵论，就是路加怎么看待圣灵的特点是什么？他跟保罗所讲的圣灵重点有点不一样。那我们继续来看，那这段经文里面呢，可能大家也听过，说耶稣在引用以赛亚书61章第2节的时候，没有提到神报仇的日子，对吧？就说讲到神悦纳人的喜年但是呢，其实以赛亚书那里还有就是第二段，就是说是还有和神报仇的日子这里好像没有提到报仇，直接就到恩年结束了。为什么不是报仇呢？为什么不提报仇呢？那有几种解读，有的人就说这个是耶稣他第一次来主要是拯救嘛，是吧？那神报仇的日子，那是耶稣第2次再来才报仇嘛，是吧？所以这里就没有提这是一种解读。那还有一种解读呢，就是如果你看悦纳人的喜年，就神悦纳人的喜年这句话那么这个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呢，这个喜年或者叫恩年就是有恩的这一年这个the year of the Lord's favor 这句话呢，它如果你看希腊文的话，它悦纳人那这个地方的翻译呢，其实可以翻译为就是被接受的被接纳的所以这个字呢，就是就好像是说，就是说报告就是神或者被接纳的这个人的一个喜年。那这里面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其实重点就是在讲这个接纳因为你看后面接下来这第4章接下来你就看到这个耶稣老家的这些人，对吧？他们不接纳不接纳耶稣的他的这个服侍神的子民不接受他，是吧？然后你到这个使徒行传到结束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他就是整个路加著作的结尾就是提到他们不接纳，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犹太人不接受，是不是？所以其实在这里路加更多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接受神的喜年，我们要接受神他的救恩要接受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成就的事情。当然这个我想当时的听众如果是犹太人的话，他读到这里肯定就是路加肯定心里面是有这个想法，就是要针对这些人说的，对吧？就是你们现在你看我写了这些让你知道耶稣是谁，你要接纳他如果你不接纳的话，那这个对吧？这个神的审判就会来到。那这里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突然他不接纳了呢？你如果看从20节往后面看这些人就之前还称赞他，是吧？怎么突然就反目成仇了？尤其到22节下半部分，这些人就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是吧？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凭什么能这样说？他是谁？我们都认识他，对吧？所以为什么突然就说这个有人就反对，对吧？因为你看的时候你找不到这个原因，他为什么要反对呢？他没有提，路加并没有说他们为什么反对，对不对？那其实在这里呢，他你发现这个反对跟赞同
这件事情啊，它是贯穿不仅在这里啊，一直是贯穿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的，就是犹太人跟这个信徒基督徒的一个这种张力一直都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其实对应当时约瑟夫大家知道这个当时很著名的这个作家他的一个文献，就是说他的作品里面就有提到，就是说你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就在他们那个时代，我怎么样判断谁是对的呢？他是看什么来判断呢？谁真理在哪里呢？那我们现在可能有很多证据来证明，但是在那个时候没有。他们判断谁是对的，谁是错的，或者是真理在哪一边，他们就是用合一来判断所以如果有合一，就表明什么呢？就表明这个是真理在当中。如果不合一，就表明你们这有问题。所以你在这里看到犹太人跟耶稣的一个不合一然后看到这个当中一半赞同，一半反对，一直到最后提到这个犹太人之间，他们也彼此不和，对吧？那所以你知道古代人他们不是说比如你这里讲他有信的有不信，你说这不是很正常吗？你传福音总是有信有不信嘛，很客观很中立这个不是当时人写作的一个目的，他们就是要强调不一致，强调彼此不和，强调他们之间的分歧，就是用这种强调来展现说他们没有真理，他们是不合一的。这也是你就慢慢明白为什么保罗到最后他特别强调教会的合一，他特别你看他写的书信也好包括他自己最后甚至为了教会的合一都殉道，是吧？那这个是我们看到，就是他为什么要很珍重这个教会的合一，就这个原因这个可能我们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再说保罗他后面为什么这个就是说他最后是怎么殉道的他为什么非要去耶路撒冷已经有这个特别强调了，就是说他我可以简单讲讲嘛既然讲到这里了为什么保罗特别强调教会的合一然后你看路加就在这里讲到那个犹太人那边没有合一我们这边有合一，他那没有就表明真理是在我们这边，不是在他们那边这个是他的目的。好，那么比如说你看保罗他最关心什么？保罗做了几件事情让人觉得很奇怪。第一个就是给提摩太行割礼第二个就是去圣殿献祭，第三个呢就是他因为要去耶路撒冷教会把这笔捐款送过去，最后死了被关起来了，对吧？那这三件事情都很奇怪，就是说保罗为什么会做这三件事情那么你如果看这个割礼的部分，你觉得非常奇怪，因为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有提到，他说跟我同去的提多虽然是希腊人没有勉强他受割礼，是吧？那这个时候他是过了14年，他跟巴拿巴去耶路撒冷，这个是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前的时候，就是说他们就使徒行传15章之前，他们还没有达成共识，说不要给外邦人不要给这个就是外邦人行割礼或者不行割礼，还没有达成这个共识。而在这个时候保罗都没有勉强他受割礼。而你看保罗给提摩太行割礼的时候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这是使徒行传第16章，就是说15章大家都已经达成一致了，说我们可以不用给外邦人，外邦人可以不用受割礼的没有问题。可是呢保罗却给提摩太行了割礼，原因是那地方的犹太人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他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在这当中他好像不太想去得罪犹太人因为他不希望他在外邦所建立的教会，就外邦人为主的教会，跟耶路撒冷犹太人教会产生这个隔阂，产生不合一，是吧？
然后所以你看这个保罗之前在这个割礼的事情上面都讲了很多，对吧？他因着跟犹太人的辩论，说你们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就跟他们大大纷争以至于他们去开耶路撒冷大会，是吧？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说，我们不要难为那些服侍神的外邦人，境界偶像、污秽、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那么这个几项我在这里又简单提一下我在讲这几个是什么意思呢？你说其他都可以做，就是偶像、污秽，不能拜偶像、奸淫、勒死的牲畜和血所以基督徒能不能吃血呢？我问你们呢，你们咋都不回答？基督徒能不能吃血？能不能吃勒死的牲畜呢？可以不可以？可以，凭着信心吃。可以。那你看，这人家说不可以，你说可以，对不对？所以你要怎么解读呢？这四个呢？就是说拜偶像、奸淫、勒死的牲畜和血，这四项，你说你既然都可以不割礼了，律法可以不用守，为什么非要守这四个呢？这四个有什么特别这个我简单也提一下就是说，因为保罗你说什么？所以有犹太人看重，如果这个不加进去的话，就容易有纷争。你看保罗其实在这个他的书信里面有提到过，讲这个吃祭拜偶像的物对吧？这些他说如果你去市场买了，反正你回家凭着良心你就吃就好了怎么样？好像对这些他并没有，他说万事都可行，是吧？反正在他来看没有什么是不洁净的对他来说好像都无所谓。那怎么看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你也要回到当时的背景因为当时这些外邦人你要知道当时的外邦人他不像我们现在这个无神论人什么都不拜，是吧？当时的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他一定要拜一个假神的。就当时你如果相信无神论，那可是异端，那要被搞死的，是吧？苏格拉底当时就这样被搞死的。所以你无神论是一个负面的词在当时所以大家都拜神，各种神都要拜。所以当时的人们拜偶像呢，他就会牵扯到一些的拜偶像的这个实际的一些行动，包括奸淫，包括勒死的牲畜跟血，这个都是他们在拜偶像的过程当中会做的一些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有庙祭然后有这些他们要献动物要怎么样。所以就对于外邦人来说，他没有信主以前，这些事情都是他们常干的。那耶路撒冷大会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做这些事情。其实他这四件事情是一件事情，就是让他们远离偶像，包括跟以前拜偶像相关的那些操作都不要干了。这个就好像一个人信佛以前是信佛，对吧？那你现在他信基督教了，然后你要跟他说什么？你不要烧香了。以后当你说你不要烧香的时候你不是说你不能点蚊香，对吧？或者是你说不要烧香的意思是告诉他你不要再像以前烧香拜佛，对吧？去敬拜偶像，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这里面你说什么？没有老师，他这里的奸淫不是说我们一般的这种生活里面的这种什么出轨那些，而是跟拜偶像在庙里面跟庙祭或者娈童那些行那些污秽的事，是跟拜偶像这个整个行为延伸出来的一些活动，是吗？所以也是他们的禁。是的，如果按照那个处境来说，当你境界偶像的污秽的时候，那就涉及到这几件事情。所以这个是他们外邦人一读，他们就是明白了就是说告诉他们，就像你说一个佛教徒你不要烧香啦，你不要怎么样不是指说那个香本身怎么样，而是指你烧香这个过程，就是你在佛教当中的一个操作，一个拜偶像的一个过程，对吧？就告诉你不要这样做了那所以他们就提出这几件事情都是跟拜偶像相关的。讲白了就是让你要远离以前拜偶像和拜偶像的那些行为现在呢拜耶和华真神，对吧？你就不要再做以前这件事情所以是远离偶像
回到这个真神当中所以你不要字面意思说我们不能吃勒死的牲畜或者你字面意思上你是没办法杜绝的，对吧？你没办法避免的我们的信仰从来都没有被限制住在某一个这种条例当中不然的话你说那我吃了血，那如果我的手烂了，我吸一下是不是吃血？是不是犯罪了？是不是？那你这样讲，那就没办法去讲了，是吧？所以咱们信仰其实没有不会陷入到这种陷阱当中。好，不管怎么讲，耶路撒冷大会已经决定了他们可以不用割礼，对吧？然后呢可是因为那地方犹太人知道他是割礼，他就行了割礼而且你看这个到21章的时候，他们去见雅各在教会的柱石，是吧？长老们都在。你看他们的担心是什么？他说：“哎呦，你看你在外邦人教导犹太人摩西离弃摩西，还说你不要给他行割礼，那怎么办呢？是吧？所以你看早就耳闻保罗的这个名声，是不是？所以保罗为什么给提摩太行割礼？他是为了教会的合一而且他还干了更让人跌眼镜的事情他为了教会的合一，他跑去献祭去了。我跟你说，这个真的是你很难接受的，因为雅各就说：你看你现在来了，对吧？你这个名声不好，怎么办呢？他说你听我的我这有4个人都有愿战胜，你带他们去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然后叫他们剃头反正就有一大堆这个洁净的礼仪让人知道说你是循规蹈矩，遵循律法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都已经说了，他们只要不拜偶像这些东西就好了。于是保罗就带了这事，第2天就去了然后还跑到圣殿当中，让祭司给他们献祭。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从神学上来说。为什么呢？你知道耶稣一次献上，永远献上。当耶稣的救恩成就了以后，还需要祭司去献祭吗？当然不需要，对吧？这个大家都懂的，是吧？所以那你还跑去献祭，那你让基督徒看了会怎么想？是吧？你是这个耶稣的牺牲还不够吗？耶稣的救恩不完全吗？你还跑去献祭呢？你还跑到圣殿里面去，是不是？所以保罗这个操作真的是非常让人就说他但是雅各对他这样说，对吧？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我们耶路撒冷的教会耶路撒冷教会主要就是犹太人组成的嘛，是吧？你保罗你在外邦人建立教会，那人家就会觉得你们不合一，你们两个没办法合一所以他后面怎么保持这个合一，你知道吗？就说我怎么表明我在外邦建的教会跟你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教会是有关系的？他是透过奉献，是不是？你还记得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的时候保罗就跟雅各约翰彼得就说好了，说我去外邦人那里，你们就在这个耶路撒冷，是吧？那然后呢他就说只愿我们纪念穷人。这个里面之前我讲那个穷人的时候也提到过，是吧？这个穷人不是他只是耶路撒冷的圣徒，当然可能耶路撒冷的确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呢这个他是更多指向这个耶路撒冷的圣徒，就是说什么？就是说我在外邦建的教会会用捐款捐献的方式跟你犹太人在耶路撒冷教会保持一个合一。所以保罗到哪儿都嘱咐教会说什么？你看他说我以前怎么嘱咐加拉太的教会，你们也这样做，每逢7日第1日你把钱都给我准备好了，我这个凑齐了以后怎么样？我把你们的钱送到耶路撒冷去，是不是？到了这个罗马书16章的时候15章的时候他还惦记着呢，是吧？我现在要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这就是他跟彼得、雅各、约翰当时立的这个约定，是吧？我要把这个，他说你看马其顿、亚该亚人都凑出捐项给他们的穷人这个是指向他们的圣徒，不仅只是说他们就是这个贫穷的人然后他说这样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欠他们的债，他们把福音传给你的，是吧？他在你在你们属灵的上面有好处的你呢奉献给他，这不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呢他就说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他要求大家为他祷告，是吧？祷告说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项可蒙圣徒悦纳。保罗有个担心，就是他怕他这笔钱他带去了耶路撒冷的教会
他不要啊，为什么呢？就是你就知道犹太人就是这样，你这外邦人怎么能凭什么跟我们平起平坐呢？是不是嘛？啊，所以犹太人他一直就是哪怕是你看我上次不讲嘛，对吧？上帝费了多大的功夫让彼得要3次吃那个不洁净的东西，他最后才愿意进这个哥尼流的家，对吧？那教会的注释都是这样的。你看加拉太书也记录，对吧？彼得跟外邦人吃饭了，结果从雅各那里来人一来，对吧？马上就起来装甲了啊！保罗当面就抵挡他，是吧？指责他。所以你看，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负担，就是心里的有这个负担啊。那保罗呢也知道他们这个，所以他担心这笔钱拿去了，他不要啊，就表明你这不合一嘛，是吧？所以你看，我讲保罗的殉道啊，大家都知道保罗最后在耶路撒冷殉道，但是很少人关注保罗是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他去干嘛的？他是去传福音的吗？还是去宣教的吗？还是干嘛的？是吧？当时他去的时候，你知道那个雅加布跟他说了，对吧？你要上耶路撒冷，你要被捆锁啊。然后你看那个当时本地人说，你不要上耶路撒冷去。然后保罗说，你们这样哭干嘛呢？对吧？为我是我心碎，是吧？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愿意的。然后保罗不听劝，他们就说愿主的旨意成就。然后他就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了。你看到这段新闻的时候，你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要去啊？他去干嘛的？他就是要把这笔钱送到耶路撒冷去了，啊，他就是要把这笔捐献送到耶路撒冷去了，你知道吗？所以你说，哎呀，这个事情谁不能干啊？你非要是雅加布都告诉你去会被抓，你换个人给你送钱不行吗？是不是嘛？所以你看，后面使徒行传就记录他去到耶路撒冷啊，是吧？然后就看到刚才我们看的那段经文，所以你看保罗他知道，他已经感受到了这个外邦人跟犹太人的教会已经出现很大的这个合一的这个张力在当中，所以他必须要维护教会的合一啊，所以他为了教会的合一，他必须要把这笔钱送上去，哪怕他知道他去了之后要被抓，后来的确被抓了，虽然后面可能又被放了，但最后他还是最终死在耶路撒冷，对吧？所以你知道就是保罗他的一个心智啊，他愿意啊这个真的就是说为了这个教会的合一啊摆上他的性命。啊，那有人就说，那到底最后这笔钱收没收呢？我们不知道哈。但是啊，你如果从使徒行传再往后看，你感觉呢，只是猜测啊，感觉好像不那个什么，因为你看，这个当时他们就说，就跟保罗说，他说，你看我们这信主的有多少万，对吧？犹太人啊，就说这个什么。耶路撒冷就是说耶路撒冷这些信徒很多，都多少万是吧？可是你看到后面保罗受审的时候，他在耶路撒冷受审是吧？你没有看到你多少万的信徒，你咋没几个人站起来为保罗说话呢？没有，都是保罗孤军奋战的，你看到没有？你到后面他几次的被审所以感觉他很孤单啊，那。感觉就是好像那个耶路撒冷教会还不怎么接纳他啊，所以不清楚，当然不知道哈，所以这个就是初代教会遇到的张力了啊，对啊，所以我们还是回到刚才讲的哈，这个合一的地方啊，就是为什么在拿撒勒的这个会堂这里哈，特别提到20节之后讲到他们本来都好好的接纳，为什么突然就是不接纳？那特别其实就是强调，这种真理不在他们当中那合一就很重要。如果教会不合一的话，就没有办法展现神的这个真理这个至少是他们当时的人是这样的而加利利呢就是拿撒勒他耶稣是在拿撒勒长大嘛那么这个。南加利利这个就拿撒勒这块地方呢，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双重文化的地区有外邦人，有犹太人，尤其是拿撒勒附近的这些城市它2-3里外就有一个城市是当时约瑟夫描述就是这个英文叫这个 Saphos 它是被描述为加利利的珍珠城市就是说是当时希腊很重要的一个城市，就交通要道，曾经是加利利的首府，所以离拿撒勒非常近那么
它整个的城市都是希腊化的城市，就是希腊化的城市，就是说当时一个城市结构里面，它会有戏院啊、广场啊，有这些就是公共浴室啊，然后体育馆啊，就是竞技场啊等等这些所以耶稣在当时在那个附近长大跟这个城市应该是有关系，因为很近就2-3里路。那么耶稣做木匠，耶稣为什么做木匠所以在当时这个字也不简单就是说它不是指一般我们认为就做家具，而是可能在当时是指向建筑工人就是参与整个这个城市工程的一个建造所以在这个当中他肯定要熟悉希腊文肯定是了解希腊文化所以在加利利的犹太人他们是比较熟悉希腊文化那对，所以在这里你看很有意思，你要问次序了你看路加在第4章记录耶稣的行程的时候他首先讲的是拿撒勒，没有讲加百农。如果你看马可，耶稣是先到加百农，是吧？在这里路加故意把拿撒勒跟加百农换过来，把拿撒勒放在前面，加百农放在后面，跟马可的次序颠倒那么马可是拿撒勒以前已经去了加百农，是吧？所以路加是故意把这段挑出来，尤其是讲到耶稣公共侍奉的一个重要性所以这个是路加他的用意了。好，所以每次你在看对观福音当中的一些就是说差异的时候，你要想为什么这个路加或者是马太或马可他为什么这样安排他有他的一个目的在当中。好，我这个就简单讲一讲先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